对啊，吉娜，上次我看新闻说你突然间进医院了，怎么回事？啊，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右胸口这边开始疼痛啊然后就越来越喘，就去看医生了。没想到是气胸。哇，怎么这么严重啊？没事吧？哎，气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会不会致命啊？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清楚，不如我请我的主治医生来跟你们说。好。到底什么是气胸？为什么会诱发气胸呢？哪些人属于气胸高发群体呢？气胸能够预防吗？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那关于气胸的这个课题呢，今天我们就邀请了曾经亲身经历的吉娜来当我们的嘉宾。那当然还有她的主治医生，心胸外科卢怡任医生，欢迎。还有我们的艺人嘉宾黄振荣，欢迎。那当然一开始也想问一下吉娜，说你的情况到底具体是怎么样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？那一天突然间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右胸就开始痛，那我就觉得可能是一个拉伤了肌肉的感觉，是，那就自己推一推了。 OK 可是情况没有好转，就越来越喘。 OK，那我本来还不想去看医生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晚上要拍戏哦，我想说可能先拍完戏过后再去看嘛。是。那就不行了，越来越喘了嘛。然后家里就有那个 oximeter 啊，那我老公就想说，请你赶快先去测量一下。是那个血氧仪，就放了，就真的出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个 irregularities， 那就去看医生。那医生就讲说，我们先照 X-ray，X-ray 就出来就说气胸了。当时你对气胸有概念吗？完全不知道。他一开始入院的时候，其实是由肺内科治疗他的。他因为病情没好转，所以把他转来我的外科。医生啊，你们转来转去，越转我越乱。气胸到底是什么？一个普通的人，当我们呼吸进空气的时候，气是进入气管，进入肺，然后从气管再吹出来。是，胸腔是封闭的。可是，在吉娜的情形，因为她有肺泡，所以当他呼吸进的空气进入肺部的话，会从那个肺泡出来出到胸腔内。每次呼吸空气进入那个胸腔的时候，就会压住那个肺，造成肺塌陷就像这个 X 光片，这个右肺你可以看到是塌陷的，变成很小。左边的肺其实是正常的肺来的，被压迫被压迫。对，所以剩下的那个空间，就黑黑的空间，其实就是所谓的气胸。好，那听完医生的初步解释，大家有个概念，来考考你们对这个气胸了解不公平我还没有了解，就来迷失。没事，因为是迷失来的，对，不用怕迷失。对，好，来第一题，女性气胸的发病率是高于男性，真还是假？女性啊，比较高啊，比较高，都是假哈。我们的肺部应该都是一样的嘛，是，所以应该没有关系到女性跟男性。OK， 通常其实这个气胸是因为男生占大部分的比率，不是女生，是高高瘦瘦的男生比较有。OK， 我是这样高知道的。还好我不够高，我是瘦的不够高哈。OK， 我是觉得说气胸这种东西可能是你的生活习惯，或者是有一种坏习惯你常做，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。 OK， 请问真还是假？假。但是我去解释就可能不太对，是吗？对，据统计，全球气胸的发病率，男性明显高于女性。在10万人之中，大概有17到24名男性会可能有气胸。可是女性的话，只有1到6位可能会有气胸。OK， 那这个就是一个数据的了。好，目前表现都不错，热身题哈。来第二题，身材瘦削、高挑的人患上气胸的风险更高，真还是假？瘦削 ，Thanks for 高的 Yes right。真。我刚才已经讲了嘛，我已经有读过这篇的那个报道。OK， 但是根据我这样听他这样讲的分析，是他的话是真的。怎么说？因为他也不矮。对，在女性当中，你也不是比较矮小的那种，他也算是比较高的一个。了解，答案真还是假？医生？对，真的。
哇，太厉害了吧 ？OK， 为什么？原发性、自发性气胸确实对于高挑的男性、瘦的男性会比较高，比较高。不过很难有真正的实验证明原因为什么。 OK， 不过根据推断，这类体型的病人，他们肺部的尖端负压会比较大 OK， 所以通常会出现变质的气泡。这些气泡破裂后，空气就会渗入胸膜腔，也会引发气胸。第3题，气胸的患者不能够搭飞机，真还是假 ？OK， 好，真假真，为什么真？因为在飞机上那个气压不一样 OK 所以如果是你有气胸的问题的话，你可能在搭飞机的时候就更喘。它复发或并发的几率会比较高。 OK， 那我问一下，我们吉娜是假，我说是可以搭，为什么？是的，因为我在1个月后就搭了飞机。但是你那时候痊愈啦，对啊，你好了。那我有气胸啊，我是有气胸患者啊，可是对我还是可以搭飞机啊。但你当时已经痊愈了嘛？我那时已经好了嘛候是医生有跟我讲过说，我1个月后就可以搭飞机。答案是真还是假？是真的。真。没有，所以吉娜你是对的，那你是对的因为你1个月后你已经康复了吗？现有的气胸患者是不可以搭飞机的。对，不过你康复了就可以搭飞机。对，现在航空公司的条例是大概需要气胸康复14天后才后完全没有气胸才能乘搭飞机。那是不是需要有医生诊断还是不用？需要医生诊断。最好啦，有一个医生证明。对气胸患者搭飞机会因为气压转变的关系，这会加重气胸，会增加肺负担它的负担跟塌陷的风险。 OK， 就像好比你去乘搭飞机喝一罐矿泉水，对，所以当你降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矿泉水突然间凹进去，对，同样的道理。是。第4个迷思，气胸患者一定会感觉到胸痛，真还是假？假，真。OK， 好，来，为什么郑龙先讲吧？我觉得会痛吧，因为你呼吸很难呼吸，你就会很用力，然后很用力的，当然会有一些痛感跟不舒服。 OK， 好我现在有点担心。 ，OK， 来，你也是不因为我是患者，对啊可是我讲是真的有痛，可是等一下医生讲没有怎么办？没有，你当时有痛吗？我只是觉得痛啊，紧紧这样拉住啊。对啊，那就 OK 啦。紧紧这样拉住啊，就很像那个肌肉疼痛的那种感觉啊。对，你都讲了，可能是肌肉疼痛。有些时候的痛并不一定是气胸的痛，也是跟肺有问题。但是我们问题是气胸患者会感觉到胸痛，所以不管是怎么样都算是痛。其实我就觉得是假的。来，医生，答案是真还是假呢？答案是假的。哇，你看全雷打，全雷打。 OK， 为什么？对，不是所有的气胸患者都会觉得胸痛的，是特别是轻微的气胸患者，有些会像他这样开始逐渐的喘，喘是其中一个很大的症状，所以轻微是喘，但不一定痛。对，不代表所有的都会痛。好，我们总结答案啊，当然我们 Marco 就是哇，全垒打4分，哇耶！然后郑龙也不错，获得3分，哎，反而是对康复者，本来很厉害的哈，突然间这2题，哎，嘣这样啊，他只有懂前面2题，对，只有2分，哎呀，他俩也不错啦。好，欢迎李炳梅中医师加入我们今天讨论，欢迎。那想请教一下医师，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气胸？是气胸在中医属于肺痿、肺闭或者是喘重胸闭的范畴，多是由于肺气虚弱、痰浊阻肺、气滞血瘀，或者外伤的原因，导致肺络破损，是，气溢胸中，而引发胸痛、呼吸困难或咳嗽的一种症状。是，那其实刚才吉娜有跟我分享的时候，你也是有提到说，你一开始会察觉到不对劲，就是因为喘不过气嘛，疼痛啊，喘不过。问一下医生呢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，就是跟这个气胸是有关的？疼痛跟喘其实是2个最常见的主要症状。这个疼痛是突发性的。气短方面会觉得越来越喘，像吉娜，随着时间到了晚上比较喘。你的喘的程度有到多严重？我连讲台词的时候我都会喘，就是一直我讲不完的，我就一直要很喘，一直要接气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因为那个气没有运作。对，出现怎么样的状况就不能再拖了，就要马上去看医生。像吉娜这样，当她说话越来越喘，
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要马上就医，因为这表示那个肺越来越塌陷，塌陷的程度越来越严重，所以随着时间氧气的饱和度也会越来越降低。问一下医师哦，是不是不同体质的人，他的症状也不一样？是的，中医一般将气型分为3型，肺气虚弱型，痰浊阻肺型 ，OK， 气滞血瘀型 ，OK，这3种症象就有不同的症状表现，比如肺气虚弱型多表现病人面色较苍白，胸闷、气短、脸色乏力，也会比较苍白。对，活动一下，可能你就会加重一些。像这种也会发生在那些比较轻微，甚至没怎么有感觉那种，属于轻症可以自愈的那种。对，痰浊阻肺型就会主要表现在面色暗沉，胸闷、咳喘、咳嗽比较多，痰多粘稠。如果我们看一下他的舌苔的话，可能舌苔会非常厚腻。像这种症状的气胸患者，就是有慢性肺部疾患，可能，比如肺气肿慢阻肺有这些就是继发气型。另一个是气滞血瘀型，气滞血瘀型的主要症状就表现突发性痛、呼吸急促。如果我们注意观察，你会看到他的口唇或者是指甲都变得有点发紫了，也就是说他的含氧量比较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像这一种症型多是属于那种急性发作的，就是继发气胸，或者是有大的外伤、创伤性导致就是胸膜腔破裂。吉娜有分享是说他有做 X 光来确诊嘛？对，一般上在医院你们的确诊方式也是这样吗？对，我们会用听诊器。在正常的肺，我们用听诊器可以听到呼吸的声音。是。可是当病人有气胸、肺部危险的话，我们根本是听不到呼吸的空气，那个呼吸的声音会消失的。所以是没有的，没有声音。另外一边还有了。对，另外一边还有，对，因为另外一边的肺还可以呼吸嘛。有时候我们会敲击那个胸壁，可以听到那个空虚的那个鼓声所以当我们怀疑有气胸的话，我们会做 X 光来确诊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如果我们怀疑有肺大泡形成的话，我们也会用 CT 做更详细的那个影像。那除了你解释的那些之外，还有其他的病因吗？最常见的病因是自发性的气胸，通常在病人超过30岁以下的，都是因为肺有形成大泡，这些天生形成的大泡会比较脆弱，特别是高跟瘦的年轻男性他的肺泡因为压力大或者张力不均，就会比较容易破裂。这是手术中胸腔镜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肺大泡。这个是手术取出的。对，手术取出的样本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有3个大泡其他原因包括先天性肺部结构异常，就是发育不全，然后肺的组织比较脆弱。有时候有些病人咳嗽比较剧烈，用力太猛，造成肺包会破裂。其他的还有继发性的原因，继发性就是在年龄层50岁以后发病，这些主要是因为有些是肺部慢性的疾病，像慢性阻塞性肺病、哮喘或者肺结核，特别是烟客，因为烟草中的那些化学物质会破坏肺的细胞跟组织，这就会形成那个肺大泡，那气泡就会慢慢的扩张这就形成了风险。其他像外伤性的原因，就比如说车祸，然后我们的肋骨有骨折，当它骨折的时候会有时候刺穿了那个肺。比较罕见的情形也见过，就是在气压转变、潜水啦、高空飞行的这些情形，肺大包也会破裂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基因的问题或者家族性的疾病，像麻烦综合症这类的病人，他们的细胞的组织是比较软的，比较松散的，所以它也比较容易形成那个肺大包。好，医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食疗方呢？今天介绍3白一肺汤给气胸患者。对，3白是哪3白？3白一肺汤里有3种白色的食材，第一白是百合。这是新鲜的百合，如果平时没有的时候，可以用干的百合来代替。百合可以滋阴、润肺、止咳、平喘。这是白萝卜，可以健脾、消食、理气、化痰。这是山药，它具有补肺气、
健脾益肾的效果。 OK，生姜可以健脾胃，红枣可以补气血。 OK 它在中医的药方是或者是煲汤，都是拿来调和药性的。了解。我们把排骨用热水洗干净，放到一个适量的容器里。是一开始加的时候，可以先加白萝卜、 OK 生姜、红枣，这些要先用大火煮开之后，小火煮30分钟。那之后我们才会放山药，因为山药如果煮得太久，就是会碎掉。哦，当我们放进山药去再煮15到20分钟，然后要闭火之前的5分钟，放进新鲜的百合。 OK，哇，因为新鲜百合也是很软糯，如果煮得太久，可能就化掉了。 OK 310沸汤就是老少咸宜。不建议。那我们可以多常喝这个汤呢？ 1周1次、2次甚至3次都是可以的，都可以的，因为它全是食材。医生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很好喝，很润喉也是。是，很顺滑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谈这个治疗。想问一下 Gina， 当时你的这个气胸啊，医生给你做了哪一些治疗呢？那除了 X-ray 过后，就跟我讲说 ，OK， 我们要找一个内科的医生 OK 来当场在那个 A&E 那边帮我直接在右胸这边旁边开一个洞，就直接插一条管，然后就直接插进去。然后就那个好像一个吸管，就很像我们喝泡泡茶的那种，是，那个宽度啦，粗这么长，然后就在这边开了洞，直接就插进去的时候。哇，我跟你讲是痛的，当然了，当然会痛啊。他就只顶着我，更加的呼吸不到，然后就连接到一个仪器，然后就住院啦。所以我连这边就是有那个插进去的时候，就说要给我的胸那个自己那个肺部，那个肺部自己会膨胀，会可能会修复。可是第3天的时候，我的肺完全没有好转啦。就越来越糟糕，就说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换一个更长、更粗的一个管插进去，然后就看什么时候我的肺自己会修复。对，另外一个就是找一个外科医生帮我开一个 keyhole surgery，就直接就是去补洞还是补洞做什么手术啊？然后就去做那个手术，5天之内就可以出院。很轻微的气胸，其实什么都不用做，可以做保守的治疗。就是我们3、5天后再看它多一次，再照一张 X 光片。轻微的气胸，那个气本身会吸收的。所以这些就不用做什么，可以治愈。中度的气胸呢，我们需要插管，来排气，不然那个气太多吸收不了，又排不出，所以它又会喘。OK。重度的话，就是比如说进来的时候很喘，或者肺本身塌陷太多的，或者就是重复还是持续有气胸的病人，我们才会进行做手术。所以吉娜的情况其实已经不是中度了，是吗？已经算是更严重了。对，他的是严重，而且他的是持续性的那个气胸，看起来不可能会治愈的，我们才会进行手术。OK，所以像他的这种问题，就用胸腔镜，放了胸腔镜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哪里会有那个肺泡，就会把那个肺泡切除。当切除了肺泡后，就会撒一点粉，不然就放一点血，让那个肺粘连胸腔内膜，避免复发的可能性。所以这样的做法会减少那个复发率，少于5%。那这个气胸复发率会高吗？对于那些第一次有气胸，而且是轻微而中度性的病人，如果未经手术切除病灶的话，5年内复发的可能性介于20到30%。高。那像吉娜这样已经做完手术后，她的复发率将少于5%，跟普通人一样。因为已经切除了那个病灶，而且我们也做了辅助粘连的那些措施。所以这些不容易复发。只是我跟他说过，有18%的几率在另一边在这一辈子会发生。那他有需要定期再去做一个复查吗？不需要，除非他呈现症状，我们才做。OK。那医生啊，吉娜那时候是因为他很喘，他才去看医生吗？如果他当天没有去看医生，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？像他所说的，他会越来越喘到缺氧，有时候会晕倒而窒息而死的，都有可能。那医生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预防呢？自发性的气胸其实没办法预防，唯一能预防的就是继发性的气胸。
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抽烟。如果周围的朋友有抽烟的话，就是避免吸入过多的二手烟。另外就是多做有氧的运动，增强肺的那个活量。肺活量。对，那医师，那平时在家里有没有什么保健的穴位是可以？有啊，今天我们第一个穴位是迎香穴。迎香穴在面部，位于我们的鼻翼中点，旁开，鼻唇沟要在法令纹的上边，我们用指腹稍微一点点用力，对不对？如果有点酸酸的感觉之后，我们就一个小小的画圈的方式按揉，一般1到3分钟。迎香穴它会疏散外邪，通利鼻窍，对，感冒啦、鼻炎的病人，鼻窦，对，都是可以按揉，是啊。另一个是内关穴，内关穴在上臂掌侧腕红纹上2寸，每个人要用自己的3个手指，相当于2寸，取穴2筋之间，以1只手的拇指指尖按压，有酸胀感之后，轻轻按揉，保持一定的力度，像画圆圈一样。一般的按揉1到3分钟就可以了。对。内关穴是人体身上的一个特定穴，它有很多的强健作用。比如宽心理气、宣肺平喘、调和气血。两边手都要做吗？两边手我们可以交替，做完了左边，再做右边。我们今天再取多一个合谷穴，合谷穴位于手背第1掌骨和第2掌骨之间，也就是虎口，大家俗称的虎口。当第2掌骨桡侧中点。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取穴方式，以自己的拇指指纹，然后放在虎口指脯缘上，我们的拇指尖所达到的点就是合谷穴。合谷穴可以疏风散邪，清解热邪，也可以调和阴阳，健脾和胃，也是人身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健穴。每次也是按压1到3分钟，跟我自己按就可以，2手交替，日常这个穴位是可以每天做的。对，好，那感谢李医师的分享，大家在家里都可以按摩这些穴位啦。没错，那么其实很多人呢都不了解这个气胸，没错，所以今天真的是谢谢卢医生还有这个医师。那当然我们也要谢谢吉娜肯拿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。没错，然后郑荣我也不会忘记你，谢谢。好，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